这场本该对标 G7 的金砖峰会刚在巴西落幕，却一开场就出现尴尬一幕。主席台上一张象征大国位置的座椅空了，另一侧出场的不是人，是投影。与此同时，大洋彼岸的华盛顿风云突变，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发文放话，任何与金砖同一战线挑战美国的国家都将被课以10%的额外关税，没有例外。里约现场，李强喊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，声明中暗批美国关税与打击伊朗核设施，而美方不点名回应，更火速亮剑。这不是外交礼节，而是一场地缘对决的公开测试。峰会话题热烈，但气场分裂。内场高谈去美元化，外场美元霸权加码反击。这场南北交锋的剧本才刚刚开始，而金砖内部的裂痕可能比你想象的还深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珍。金砖国家在周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称，成员国对关税上升表示严重关切，并说这些措施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。虽然并未直接点名美国，但显然是对着川普政府喊话。声明中也称，针对伊朗民用及和平核设施的攻击违反国际法，这也明显是在指责以色列和美国6月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。中共总理李强称，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第一方阵，在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之际，金砖国家应团结维护多边主义。美国总统川普当晚在真相社群上发文说，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同一阵线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征收10%的关税，这项政策将不会有任何例外。本次峰会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习近平和普京这两大巨头的缺席。自习近平上台以来，从未缺席过金砖峰会，因此他此次突然决定不出席，让各界充满猜测。媒体稍早报道，北京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形成冲突。有中方人士指出，习近平不到1年内1、2次与卢拉会晤，因此没有必要再见。但这个说法未免太过简单。有分析指，巴西方面邀请了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峰会期间的国宴，这可能让北京不太高兴。习近平或许不愿在这种场合沦为配角，但也有分析猜测，习缺席的原因可能有2个，一个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，比如中共4中全会迟迟不开；另一个可能与北京预估本次峰会难以达至重大共识，因此派影响力远为逊色的总理李强代为出席。CNN 引述学者分析指出，这项决定应与中国国内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密切相关。北京当局正忙于制定未来5年发展规划，并准备召开关键政治会议，聚焦提振内需，应应美中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。普京缺席的原因相对直白，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，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，而巴西身为国际刑事法院签约国，按规定有义务逮捕他。为避免让东道主陷入两难，也未免自身难堪，普京干脆宣布不赴里约，仅透过视频参会。对金砖整体而言，2位核心领袖的缺席，终究让峰会少了几分分量和政治劲头。路透社评论指出，这无形中偷走了峰会的风头。金砖自我标榜为 G7 之外的全球多数之声，但现在连内部的元老都不捧场，难免让人生疑。金砖的凝聚力到底有多强？它的全球影响力成色几何？巴西总统卢拉在峰会前重申，寻找美元替代方案，以供金砖国家间贸易结算。他直言，如果我们不找到新模式，21世纪的结局将和20世纪开头如出一辙。所谓的新模式，指的就是推动本币结算，去美元化。然而话音未落，大洋另一端的美国就亮出了强硬姿态。川普威胁对任何敢于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国家征收100%的关税。里约天主教大学的金砖政策中心主任费尔南德斯表示，峰会最后的联合宣言恐怕会措辞谨慎，不会直接点名美国，金砖要搞去美元，但也不敢明着和美国霸权撕破脸。
2003年，美国高盛公司前经济师吉姆·奥尼尔提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，最初是指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和中国这4个成长前景看好的新兴市场国家，后来南非也加入，金砖4国变为金砖5国。自2024年1月1号起，埃及、埃塞俄比亚、伊朗、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。2025年1月1日，印度尼西亚又正式加入，成员国扩大为11个。金砖机制经常被拿来与 G7 对比，一边是富国俱乐部，一边是发展中强权联盟。金砖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挑战力究竟如何？它真能成为平行于 G7 的另一极吗？从硬实力看，扩员后的金砖在经济体量上的确可以和 G7 一较高下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，2024年以购买力评价衡量，金砖国家 GDP 总和占全球经济的 40.2%， 而7国集团的 GDP 总和为 28.8%， 人口上更是盖过 G7 好几倍。在数字层面，金砖代表着全球多数，然而影响力不只看数据，还要看内聚力和行动力。在这方面，金砖短板明显。德国之声评论指出，金砖不是像欧盟那样有统一制度的集团，更不是如北约般有共同防务承诺的联盟，它更像是一个松散俱乐部。成员国各有各的议程，对美关系、对全球治理的理念并不一致。例如，呼唤多年的金砖货币概念，到头来不了了之，因为中国一家独大的经济份额，让其他国家担心，搞统一货币只会让人民币更强势。再如力推的新开发银行，确实为成员国基础融资做出了一定贡献，也试行用本币贷款，但新开发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与世界银行 IMF 相比仍相去甚远。要撼动美元和华盛顿共识建立的国际金融秩序，金砖还缺少足够的杠杆。在对外共同立场方面，金砖更是时常显得各自为政。尽管金融国家在声明中对美国单边关税表达了严正关切，但实际上面对川普政府接二连三的关税威胁，金砖各成员都选择了各自的应对策略。俄罗斯忙着和美国讨价还价欧洲安全问题，中共急于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，印度也在寻求双边交易。再看地缘冲突方面，美国今年对金砖新成员伊朗的核设施动武，金砖国家当时发表措辞强硬的联合声明，但针对和平核设施的袭击表示严重关切，但除了文字，并无任何后续集体行动支援德黑兰，因为金砖内部本就各怀盘算。中俄虽与伊朗交好，但也不愿为其与美国直接翻脸，印度、巴西更不想卷入其中。相比之下，G7阵营在重大国际事件上的协调行动力明显更强，尽管偶有分歧，但至少在制裁俄罗斯、援助乌克兰等问题上步调一致。在金砖内部最引人注意的双边竞争，莫过于印度与中共的较量。随着金砖的发展扩大，中印两国都希望借此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，争当全球南方的领袖。长期以来，北京在金砖内被视为领头羊，对金砖新开发银行的出资和倡议最多，在推动扩员、设立合作机制等方面都扮演主导角色。相比之下，印度过去在金砖内的存在感略逊一筹。然而，随着中印近年关系恶化，印度开始更加积极地利用金砖平台发声，试图在其中平衡北京的影响。边境纠纷更使双方心结难解。2020年，中印军队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更造成印方士兵伤亡，激起印度全民反华情绪。这直接导致莫迪政府在战略上疏远中方，在金砖内也不愿再一味配合中方立场。金砖究竟是中方的平台，还是印度的舞台？或许只有等待时间给出答案。随着2025年巴西金砖峰会落下帷幕，留给世界的是一连串的问号。当习近平和普京不在场，金砖真的硬不起来了吗？这个汇聚了民主与威权国家的松散联盟，能否克服内部矛盾，成为改写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，还是最终因内部分歧和外部压力而止步不前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对金砖未来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
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